身体里灰尘不要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绝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选前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发现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中过无聊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你快点把钱还我！还什么还？哎，你不要有的赖就赖哈！刚刚储藏室只有你一个人，不是你偷的，是谁偷的？我都跟你们讲了咯，刚才在外面有个人撞到我，我猜哦，一定是那个人偷的嘞。嘴巴是你的，你怎么讲都行啦。你不相信是吗 ？OK 咯，你们来搜身啦，看钱在不在我身上。来了，收了。钱当然不会在你身上，你才敢叫我搜身呢。你刚刚说有一个人，那个人肯定是你的同党。你偷了钱，把钱交给他，叫他先走，你就回来跟我们演这场戏。哇，你很厉害哦，这样也可以连到那样啊！你不会去做编剧？你不还啊？你不还我就报警！哎，嘉龙啊，钱如果是你偷的，就拿出来啦。哎，法德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啊？我是听你说欠什么大耳窿的。哦，原来你欠大耳窿的钱，就偷我的钱。都说不是我偷的了，钱不是你偷的，他会飞呀！外星人偷的。妈，算了，什么算了？偷的是我的钱啊！他不还，我就报警。不要报警啊！如果你报警的话，那他们就知道你跟大耳窿有关系，那事情不是搞大了吗？好，我不报警，那你还我钱。哇，你神经病啊你！你不还是不是？开金，你帮他还。嘉龙，你，哎，法德，我讲了一个晚上。你还在怀疑我啊 ？OK 咯，既然连你也相信是我偷的，那我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走，我再不回来了啦！喂，你以为你走了就不能还啊？妈，算了，我相信钱不是大哥偷的。他说你也信，哼！啊，罗家龙，你跑出来做什么？你跑出来不承认钱是你偷的咯？真的是笨呢！喂，看那老母鸡啊，现在快乐笑你了啦！你真的假厉害嘞！我现在身上又没有钱，想做好兜都不可以呀。哦，那今天晚上要住哪里？不然找美丽啦。我不要啦。平时都不找他，现在有事才去找他，不给他骂到臭头才怪嘞。哎，我可以找学子吗？哦，我不过这样晚去找他，他们肯定会问原因的嘞。难道跟他们讲是法德怀疑我偷钱呐？给学子知道是无所谓了，要是给侠女知道哦，我不是很没面子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喂，老天爷！难道你真的要我睡街啊？哦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嘞！你还打雷闪电，不要欺负人呢。sorry 啊，sorry 啊，哎，不要这样小气嘞。
OK 啦，算我说错话啦。你要我睡街，我就睡街喽。我今晚真的要睡街啊！警察来了，快跑！起来，准备起来。怎么啊？登记拿出来。登记。没有带嘞。哇！哎，怎么？我抓什么？走回去警察局。人家只是忘了带 IC 而已嘛，就把我当非法移民嘞。这么我的样子很像非法移民咩？当然不像。就是咯，真是气死人呢！哎呀，小 sorry 哈，要你7早8早来担保我。大家都是一家人啊，干嘛那么客气啊？人家都把我当小偷了咯，你要把我当一家人咩？那只是一场误会，你不要那么介意啦。是啊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偶尔产生一点摩擦也是无可避免的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大哥，我看你也累了，不如回家吧。你自己先回啦。你不回去啊？你还在怪爸误会了你啊？那个老母鸡冤枉我不要紧嘞，可是法德怎么可以不相信我？爸已经知道冤枉你了，他也感到很抱歉的。大哥，跟我回去吧。不要啦，每次都要经过快乐鱼，哎，看到那老母鸡哦，我都要吐嘞。要我回去啊，我不会睡马路啊。你不回去，爸会担心的。是啊，伯父已经一把年纪了，难道你想他每天替你担心吗？总之他不相信我的清白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大家都相信你是清白的。要是真的相信我，就不会搞到现在这样了啦。那你不回家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用担心啦，我有办法的啦。不如搬来我家住吧，我家还有空房。我跟你很熟咩？为什么要去你家住？大哥 ，Philip 是一番好意啊。是啦，知道他好心啦。不过我们这种穷人家命很贱的嘞，住你们那种有钱人的屋子会睡不着的嘞。那你不回家，又不要去 Philip 的家，你想怎么样？哎，我混过江湖的哈，只要我一开口啊，大把朋友叫我去他们家住啊。你怕我没地方住咩？那你昨晚又……昨天晚上是因为太迟吗？我不想麻烦他们呢。可是……不要可是了啦，我有办法的啦。我走了。哎呀，怎么又打不通啊？唉，钱都被偷了，待会露露来，我怎么跟她交代呢？莲姐，哎呦，你怎么啦？哎，没什么啦。还说没有什么，瞎眼的人都看到你脸上的伤啦。哎呀，都是我那个死鬼老公打的啦。又是你那个神经老公啊！我看你被他打上瘾嘞。也不能怪他，要怪也要怪我笨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大表哥说有门路开投注站是假的，我的钱给他骗走了。我老公知道了，就这样给他打了一顿喽。哈，原来你大表哥说开投注站是想骗钱呐？哎呦，嘿啊，我没有被骗，高兴是吧？钱都被偷了。哈，你的钱被偷？说来说去啊，都是你害的。你说你那个大表哥有门路赚钱，我就去跟大耳窿借钱，结果呢，我的钱被偷了，害得我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哎呦，莲姐，我也不想的，我的钱也没了。算了，算我倒霉。对不起啊，莲姐，那我先走喽。走了。哎，史文荣到底跑去哪里啊？最后一段新闻早点来关心的是本地新闻。大哥，昨天半夜，警方在岛上多处扫荡街头露宿者。由于有些露宿者身上没有任何的证明文件，被警方怀疑可能是非法移民，而被带回警局。好哦，真的是
老天有眼哦，像这种呢偷钱的人，一定要给他惩罚的，要不然啊，真是没有天理了。如果大哥真的偷了那笔钱，那可以拿那笔钱去住酒店啊，干嘛睡在天桥底下啊？可能他还跟他的那个同党没有见着面呢，钱还没有到手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叫做苦肉计。他要我们相信啊，钱不是他偷的。我相信钱不是大哥偷的啊。到底罗家龙给你吃了什么药啊？你一直帮他说好话。如果让大家知道钱是文雄偷的，那妈跟大哥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那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，那大哥肯定变成替死鬼。那该怎么办？喂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在想店的生意这么差，要怎么样让它变好啊？哦，没有办法想了，也变不好了。如果要靠快乐鱼发达，不如靠 4D 啊。哎，我今天还没有下注嘞。等我看看买什么号码啊？二嫂，我刚才看到新闻，我看到大哥被警察，我刚到警局保释他。那就好。哎，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他不肯回来，他说只要一天不能证明他是清白的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可是我们大家都相信钱不是他偷的，他可以回来的。没用的，大哥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不肯回来的话，我们谁也劝不动他的。如果真的要大哥回来，就一定要找出真正偷钱的人。我先上去了。死文雄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谁在躲你啊？是你啊！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不同啊。你来这里找我，就是要问我你有什么改变啊？哦，不是啦，我是来吃炸鱼的啦。哦，你等等。哎，你有没有空啊？有空。那就好。Hello， 我是罗佳琪太太司徒雅喜。请问我的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那还要等多久啊？哦，那好，谢谢啊。二嫂，你干嘛这么大的反应啊？心里有鬼？你在后面突然叫我，我当然吓一跳啦。对不起嘛，我都没有想到你胆子会这么小的。哎，老爸，你干嘛唉声叹气的啊？是不是在担心大哥啊？老大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你不用担心他的，他懂得照顾自己。他不是常常自己夸口说了，哇，我外面的朋友啊，比纽西兰的母牛还要多。他那些朋友都是三教九流的人，会帮他吗？嘉龙有没有跟你们2个联络啊？哦，他有啊。大哥打电话回来说，他现在住在学志哥的家，这样不用担心。本来呢，我是应该告诉你们的，可是我一时忘记了。他在学志那，我也比较放心。大姐夫，哎，爸爸，哎，你一个人来啊？嘉龙呢？嘉龙，他不是跟你住在一块儿吗？哎，他有没有给你什么麻烦啊？什么麻烦啊？老大现在不是暂时住你那边吗？如果他有任何需要的话，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啊。对呀。哎，他知道你来这里吗？哦，我已经告诉他，我拿燕窝过来给你。
爸爸，这个燕窝是给你的。人来就好嘛，你不要整天买那么贵的东西给我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不然你带回去给嘉龙吃。哦，不用了，家里还有，我已经告诉大哥叫他自便了。如果要喝的话，自己拿。好，老爸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那这样我先把燕窝收起来啊。哦，好。哎，到现在还没有大哥的消息啊。我们骗老爸说老大现在住你那边，所以你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露出马脚啊。唉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他迟早一定会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大哥，而且劝他搬去你家住，这样爸就没有机会拆穿我们的谎话了。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待会我们就分头去找老大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大哥。喂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打抢。什么？听不懂华语吗？Robbery， 怕救，把你身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，拿出来！放开他！大哥，是谁？我罗家龙你都不认识，你混什么？罗家龙？罗家英我就有听过了，罗家龙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要废话，我叫你放开他！我凭什么要放开他？小弟弟，要是我没警告你哦，我的螳螂拳可不是好惹的哦。喂，今晚跟这里是够了哎。好啊好啊。哈哈。要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传出去，我肯定给人家笑死嘞！哎，都是你啦！刚才为什么不帮忙？他们有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可以踢他们下面的吗？我以为你会螳螂拳，你一个人就行了嘛。你帮我就包赢了。对不起啊，你为了要救我，害你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对不起。不要讲废话了啦，现在怎么办？哎，有人来了。哎 ，hello， 我被抢嘞，这个还不能用嘞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吧，就借给他吧。Thank you 啊。啊 ！Sorry 啊 ，Sorry 啊。哦，我们只是钱被抢了，人没什么事，已经报警了。对了，雅喜，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法德啊，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。哦，那如果还有其他的事，我会再打电话通知你们的。哦，好。哎呀，你们还没有笑够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哦，从我们回来就笑现在嘞，真的这样好笑咩？当然好笑了。哎，我以为只是在电视里面才能看到的东西，你们两个都碰得到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刚才我们哦比电视还紧张嘞。那不就是说我们免费看了一场戏？哎，不是，是半场啊，因为他们打架和脱光衣服，我们都没有看到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笑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个面快凉了，快吃吧。就说20秒嘞。大哥，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去，不如就暂时住在我家吧。哎呦，住啦！那有时候我跟学之大哥都不在家的时候，有你来陪小葫芦玩，那我也放心一点嘛。哎呀，你还考虑什么啊？OK 了。哦，有人陪我玩了哦。好，我帮你去拿枕头和被啊。Thank you 啊。
嘉喜，嘉喜啊，什么事？没事，走开一点，不要妨碍我做工啊。昨天温温寄了一些照片还有信给我，我特地拿来给你看的。你看，温文是不是已经长高了？他还去多久？能长高多少呢？哦，前2天他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他在那边一切都好，叫我们不需要担心的。他从小啊，都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过的。说的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嘉琪啊，刚才我买了一些日常用品，我顺便买了一包给你。上一次我生病住院，你特地跑来医院看我，我知道你还是很关心我的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那天是经过那里，顺便来看你，我不是特地来看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我对你根本没有感觉。我不相信。信不信随你。我很清楚我自己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对我来说就像路上的陌生人一样。你的东西拿回去，我是不会随便拿一个陌生人的东西的。我怎么是陌生人？我说是就是。我知道你可怜我，因为我是个废人，我是个没有用的洗碗婆。你想当英雄，想帮助我这个可怜人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不要你可怜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要说了，你走吧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哎。怎么了？你老公又来找你麻烦了？他不是我老公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。哦，那他是不是每天都来缠着你啊？他这个人就是死脑筋，整天以为我们还有机会。我跟他说了多少次，他就是不明白。有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，是不可能从头再来的。你说的对了，没想到这个社会里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，怎么说他都听不进。对于这种人呢，不能光说的。一定要另想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哦，你不用问这么多了，反正下一次啊，如果他来找你麻烦的话，我会帮你解决的，让这个男人呢死了那条心。走快点！佳倩啊，你要帮你找的人哈，我已经带来了嘞。真的吗？谢谢南哥。不客气。钱呢？什么钱啊？你偷走的那笔钱啊！原来你不只欠我钱，你还去偷人家的钱啊！做人啊要用打的。我偷了钱也是想还你吗？哦，这样你是讲述我的错啊？钱呢？你哎，算了，南哥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我们自己解决就行了。这样好，我到一边去，有什么事你也叫我啊。喂，钱呢？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，你就要有胆承认，你赶快把钱还出来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喂，钱呢？你还钱呢？我看钱啊，早就被他花光了喽。是真的吗？肯定的啦。你知道我在哪里找到他吗？在卡拉 OK 酒廊啊，他一直给那些小姐 tips 啊，好像家里开银行这样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明明知道这些钱不是你的，你还这样花？花都花了，你要我怎么样？这种人啊，跟他讲这样都没有用的啦。这种人要用打的。哎，不要跑出去！佳倩，你放心，那个人我一定帮你把他追回来。他钱都花光了，你把他追回来有什么用？算了。对了，我妈欠你的那笔钱，我会替她还的，你不要算在她头上了。你妈欠我的是15000，不是1000块嘞。
利上加利，数目很大的。你何必替他还？她是我妈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分期付款还你，可能时间上会拖久一点，不过应该还得完了。那笔钱我不算你利息，你慢慢还咯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是朋友吗？朋友应该互相帮忙的吗？哈。那谢谢你了。你每个月月尾来找我，我有多少就尽量还你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，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最好是欠一辈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都见面了。爸，什么事？你要出去啊？去买点东西。爸，怎么了？其实钱不是大哥偷的。你怎么知道了？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，反正不是大哥偷的就对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道真正偷钱的人是谁了？是不是文雄？嘉谦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不想插手你交朋友的事情。可是有些人呢是不适合当朋友的，更不用说是当男朋友啊。爸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需要替我担心啊。请问谁是这间店的负责人？什么事啊？你找我就行了。你好，我是 DBB 银行的代表。我是来通知你们，你们已经8年没有缴付这间店的利息跟贷款，所以我们会在2个星期后正式查封这间店。什么？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们跟银行商量，看能不能再把期限拖一些。不可能的，我跟银行谈过了，负责人说，如果当初一收到律师信，就马上找他们谈，说不定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。哎呀，说到底啊，都是给那个臭女人害的啦。二姐啊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是应该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。雅喜说的对，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不让银行来查封快乐鱼吗？有，马上还钱了。那还不容易？我们再跟银行借钱嘛。跟银行借钱也要有东西去抵押，我们现在拿什么去抵押？对咯，为了快乐鱼，我们楼下发生了不少事情，现在店关了，那不是更好？从此以后，大家不用再背着一个这么大的包袱，轻松自在的也不错啊。不行啊，这是阿爸留下来的，我不能让快乐鱼就这样的没有了。爸，你别那么激动。对啊，老爸，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啊。哎呀，现在如果有100万跟银行买回来，那就好了啊。我们的问题就是现在没有100万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我们可以向朋友借啊。100万嘞，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就借给你呢？对啊，人呐，把钱看的都比什么还要重要。你不要说100万了，借100块都借不到。哎呀，如果向普通朋友借当然是难咯。可是如果那个人不是普通朋友的话呢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向 Philip 汤家明借钱呢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雅喜有什么不好？他现在在追求你，如果你向他开口借的话，他一定会借给你的。二姐啊，100万不是小数目啊。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，可是菲利这么有钱，对他来说应该是9牛1毛而已啊。可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，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才对呀。是啊，这样做好像是在利用别人，不太好吧？哎呀，我们哪有利用人家啊？要追求女孩子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吗？100万已经算小数目了，好的。我觉得二姐说的没错啊。她既然想追求你的话，那么你请她帮这个小忙，对她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跟她借，又不是说不还。对。总之，这是罗家的事，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。我们自己的事应该是由我们自己解决的。哎 ，OK 咯，办法我已经替你们想了，你们不用就算了。到时我们就等着快乐鱼被人家查封喽。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吧，不可以让快乐鱼就这样被查封的。
进来。你找我？我是想跟你说，关于张先生的那份合约，等一下你自己一个人去跟他谈就行了。你不一起去吗？这次和 N&L 的合作计划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，我想花多一点时间在上面，希望可以尽快跟他们签订合约。张先生跟我们合作这么久了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，交给你处理，我很放心。OK， 那 N&L 的合作计划你需要帮忙吗？当然需要啦，你是我的左右手，没有了你，我不就等于残废了吗？我可不是杨过啊，没有了一只手，还可以练成绝门武功。这个时候你还心情开这种玩笑？减压嘛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和 N&L 的合作计划可能会动用到公司一大笔的资金，所以公司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资金周转的问题，所以我的压力才会这么大。现在这种时候，快乐玉的事还是不要麻烦 Philip 了。雅喜，雅喜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家里这么急叫你回去，什么事啊？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。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不需要了，只是一些小事，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一定要叫我。我一定会找你的。那就好。不知道张先生对这份合约有没有问题？其实我这个人是很随便的，只要合作的对象让我满意的话，一般上我对合约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张先生的意思是随时都可以签约了？要我签约，没有问题。不过要请司徒小姐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啊。不知道司徒小姐愿意不愿意陪我一个晚上？如果司徒小姐答应的话，我不只会跟你签约，而且还给你一笔钱。你要多少钱？你随便开个价，我都愿意给啊。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我看你找错对象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。你这只老母鸡！周末向大家，我罗家龙是不打女人的哈。不过如果要破例的话哦，你将会是第一个嘞。大哥，有时候我说不要冲动啊。这件事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插手。周末，你以为你打打杀杀我就会怕你啊？老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我也是见过世面的。是啊，你这样厉害，这间店哦就不会给你搞到给银行查封了嘞。给银行查封是因为生意不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马大的心血哦就这样给你毁掉了嘞！你这只老母鸡真的是害人精啊！关我个屁事啊！生意会变得这么差，是从你那个死鬼老妈开始就累积下来的。快乐鱼都是给你这样胡搞乱搞才搞垮的嘞。OK 咯，就算是我搞垮的又怎么样呢？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回来搞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现在讲这种话，你们又怎么啦？你这个宝贝儿子喽，没事情来这里找架吵。哎呦 ，sorry 啊，他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，他只不过是那个贱女人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生的。哎，你够了哈！妈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说的都是事实嘛，他本来就不是罗家的人。那你是罗家的人没？你凭什么说我？就凭现在快乐鱼归我管。是啊，给你管到我给银行查封嘞。哎呦，我也不想的，谁叫我没有钱呢？哎，不对，谁叫我的钱被人家偷了呢？都说那钱不是我偷的了。哼，做贼的人当然说自己不是贼了。OK 了。你把偷的钱还我，我就把快乐鱼还给你。你要怎么样理这条死鱼？哎呀，我都没有意见呢。你是看死我不敢打你啊 ？OK 咯，我今天就打给你看。够了，不要再闹了。那不跟你废话了啦。今天我找你来哦，是要跟你借钱呢。我早就猜到了啦。要多少？说。1000块 ，OK 咯。不是啦，1万块啊，多是多了点 ，OK 啦。不够啊。10万块，这样多钱啊？是100万呐。100万，啊？哼，死人钱啊！
哎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嘞，我真的需要这笔钱啦。龙哥啊，你也太看得起我阿南了吧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有这样多钱借给你？就算你现在拿刀把我 chop 成180块拿去卖，都没有100万呐。你阿南会没有咩？你那间什么财务公司不是很大间咩？财务公司好听而已啦。你以为我阿南印钞票的咩 ？OK 啦，就算现在啊，我真的有100万啊，你有什么条件来说服我借钱给你？哎，只要你肯借哦，我卖身给你咯。卖身给我？哇，你要做鸭咩？哎，不要说做鸭哦，做牛做马都可以嘞。我跟你讲了啊，就算啊，你给我做几辈子的牛啊马，我都不可能借这样多钱给你的啦。连你阿南都没有，那我还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讲真的啦啊，以你这种条件呐，要做鸭很难呐。唯一的办法，去打抢银行咯。打抢啊！打抢啊！我不打抢哦，快乐鱼就要被查封了嘞。看来这一次哦，一定要拼一拼了啦。就这样，打抢啊！打抢啊！这样哦，人家就认不出喽。哦，你想认都认不得啊！哇，龙哥，你要去打抢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这种装扮啊，人人看得出你要去打抢的。你不是真的要去打抢吧？哦，没有啦，人家叫我演戏嘛，演那个打抢的，所以就 practice 一下咯。啊，拿来。什么？我的丝袜啦。哦，sorry啊。那以后要用呢，就买新的，用旧的很不卫生的。都没有味道。那做人千万不要做坏事啊，人在做天在看的。要是你真的做了坏事，在新加坡法律那么严，你呀后果不堪设想的。我相信报应的嘞。不会啦，我不会做坏事的啦，不会。不会就好啊。那快乐鱼怎么办？我的胃药呢？雅喜，哎，爸，你的胃又不舒服了。来，吃面。你煮的啊？刚才你一回来，我见到你一脸的不舒服，我就想你一定是工作忙到忘了吃饭，所以胃病又发作了啊。谢谢爸。怎么样？最近公司的工作很多吗？我今天不是忙公司里的事，我是去找银行谈快乐鱼的事情啊。那谈到怎么样？我找了很多间银行，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。对不起啊，爸，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。你别傻了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也许这一切都是注定的，注定快乐鱼啊是要毁在我手上。唉，算了，这都是命，改变不了。哎呀，你吃面吧，啊，我先出去了。不好了，阿公出事了。啊！阿公怎么样了？阿公怎么样了？没事啦，只是吃鱼圆的时候不小心梗到了，医生已经把它拿出来了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！我还以为他发生了什么事。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阿公啊，那以后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是谁？阿公啊，他是我老公耀祖啊。阿姨啊，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好包一个大红包给你啊！
开金，阿娇为什么没有来？哎呦，阿公啊，妈她有点事，不能来呀。你又是谁？她是雅喜，是佳琪的老婆。那佳琪呢？她为什么没有来？哦，二哥出国做事啦。下个礼拜我生日，记得叫他回来。我要到快乐鱼去吃我的炸鱼。你是喜临门啊，等我生日那天，你要炸鱼给我吃。阿公说下星期要到快乐鱼庆祝生日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到快乐鱼帮他庆祝生日了。怎么庆祝啊？那到时候问请麻的跟佳琪，我们怎么办？还有姑姑跟大姐呢，我们怎么跟她说啊？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让阿公到快乐鱼过生日啊。可是阿公每年都要在快乐鱼做生日的嘞，难道我们不听他的话吗？哎呀，那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看我们还是听阿公的话，到快乐鱼帮他庆祝生日吧。不行，阿公的生日和银行来丰店是同一天啊。我要是给阿公知道这件事哦，不把他气死才怪嘞。哎，看来如果真的想让阿公在快乐鱼过生日，除非真的有办法筹到钱还给银行才可以。医生怎么样？报告怎么说？罗太太，恭喜你，你先生的精子呢，还有你的身体都没问题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接受人工受孕的手术。爹啊，这雅喜到底跑到哪里去？叫我们回来商量阿公的生日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啊？或许他临时有事嘞。你们都在啊？你叫我们回来商量阿公的事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我有点事，我真的忘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二嫂，你好像有点怪怪的哦，有什么事吗？会吗？我没事啊，我很好啊。哎，不是哦，雅喜，看你的样子好像很开心哎。哎，是不是想到办法替阿公庆祝生日了哈？哎，不是，我还没想到哦。那你们呢？想到了没有？要在快乐鱼帮阿公庆祝生日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如果不在快乐鱼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跟阿公说呢？哎，我们干脆跟阿公说，我们今年想换新花样，带他去酒楼庆祝不就行了啊？我看阿公他是不会肯的，他每一年都要在快乐鱼庆祝生日，要不然他也不会特地提醒我们了。哎呀，可是要在快乐鱼替他庆祝生日，根本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啦。哎，阿爸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每一年的生日都能够在快乐鱼庆祝。哎呀，说来说去，都是我不好了。走来。其实阿公的年纪也这么大了，如果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帮他实现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有点不孝。说难听一点，他过得了今年的生日，可能都过不了明年的啦。哎，秋，你怎么讲这种话？家福说的其实也没有错。那如果我们真的保不住快乐鱼的话，最起码我们也应该让阿公在快乐鱼过他今年的生日。那如果银行肯迟几个小时才来封店的话，那说不定我们还是可以让阿公在快乐鱼过生日的。对哦，那只是延迟几个小时才封店，说不定银行可通融哦。那好，明天呢我就去找银行的负责人谈一谈。那快乐鱼那边怎么办呢？法德啊，快乐鱼还是属于你的，你去跟那个女人谈最适合了。我？该怎么收拾残留的僵持？手心的刺依然清晰地放肆，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一次。
是我放不下心思，任由你解释，以为这样的坚持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，才发现爱一旦被搁置，难免语无伦次，模糊了样子。或许有时坚持根本就是幼稚，或许